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节目哦。这个2月24号，这个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战事持续的延续哦。虽然我们现在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俄军所撤退的状况，但看到后续许多让人家觉得不忍卒睹哦，很多这些影片哦。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撼哦，甚至觉得非常的难过。我想这个部分的战争罪行哦，一定是未来大家会来追究的哦。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欧美各国对于制裁这些方式哦，当然有时候大家看起来是非常团结一致在走，但有些东西哦看起来又不一定是哦。比方说在能源这件事情哦，因为欧洲基本上过去非常仰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哦。虽然现在慢慢的气温回暖了，不过这天然气在许多的一些用途上面，当然还是有它非得必要去实施、去运用的部分。所以这时候，当然我们就看到了，虽然看起来美国、英国加拿大他们对于共同这些能源相关的一些禁运制裁的部分非常的彻底，欧洲内部可能还是对于天然气该怎么走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特别俄罗斯还提到说，接着要用卢布来作为天然气的这些购买，未来到底会怎么发展？我想值得关注哦。当然，西方的制裁也不只是对于天然气的这些禁运，我们过去看到也对于这些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好像现在也逼得许多的国家必须好好来思考一下，他们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哦。那这个部分，我想持续在国际都会产生一些发酵。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哦，到底我们从中还可以再注意学到哪些的事情？那我们开心邀请到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陈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们过去当然也有提到说，这个欧洲对于这些过往天然气对俄罗斯进口的一些仰赖所以在这次看起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没那么同步唯独在能源尤其是就是所谓的天然气的部分，欧洲内部显然还有许多不同的一些纷争跟一些想法。他们当然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在谈到未来要发展一些新的能源，但毕竟缓不济急在当下显然面对到立即会发生的对于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影响，所以针对这一部分，老师您怎么看呢？现在欧盟各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正在发生分化。那么欧盟内部已经出现了各种根据自身经济利益考量的声音。那么欧盟内部呢，这种分化也许今后这1个星期就能看出结果来。可以肯定的，欧盟不会同步。普京是在3月31号签署了一个叫做与不友好国家天然气贸易的法令，他制定一套俄罗斯的新规则，就是说4月1号开始生效。凡是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从4月1号起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必须要用卢布支付，就俄罗斯的货币。那么这些国家公司按俄罗斯的要求是必须先要在俄罗斯的银行开设卢布账户，再通过这个账户来支付他们所购买的俄罗斯天然气。那么目前俄罗斯政府是说他还不会关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那么因为4月1号之后交货的这个天然气款项应该是在这个4月的下半月和5月份来支付，这等于是给欧盟国家一个宽限期。那么如果欧盟国家拒绝按照俄罗斯规定的办法来支付的话，俄罗斯宣布说他视为欧洲国家的公司不履行天然气合约，因此到5月份就要切断天然气供应。那普京这个举动呢，它有双重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迫使依赖俄国天然气的欧洲大国退出金融制裁，对他们放弃原来讲不再和俄罗斯做金融交易这种立场。那么他这些欧洲大国为了维持天然气供应呢，他就必须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大量来购买俄国的货币卢布，用来支付天然气开支。那么一旦德国这样的欧洲大国下跪的话，其他欧洲国家会纷纷跟进，那美国一家继续金融制裁俄罗斯就没有多大用处了。那么最主要的是，这意味着说是西方国家第一次在普京的经济威胁面前求饶，而普京
将继续有钱来支持乌克兰战争，他就不在乎西方国家的反制了。那么普京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要逼欧洲国家购买卢布来支付天然气的话，等于是逼欧洲国家出钱来支撑卢布的汇率，为俄罗斯送上宝贵的外汇，从而呢避免卢布的汇率一泻千里。那么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它基本上都是以外汇结算的，它的天然气巨头呢是垄断的，叫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它的销售收入当中65%以欧元计价，30%以美元计价。那么它对欧盟的出口额，天然气出口额每年原来是300到400亿美金。那如果欧洲国家按照普京开的条件不断购买相当于几十亿、几百亿美金或者欧元的卢布，那么西方的金融制裁就破功了，那俄国也就不会发生外汇短缺，顶多不过是它已经存在欧洲银行的那个外汇储备暂时不能用，但至少它靠继续供应天然气，俄国的国际收支就不会发生困难。那么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呢，大概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43%。因此呢，俄国现在和西方国家在做经济博弈，一方是要实施金融制裁，试图逼俄罗斯停止战争，那另一方呢，就试图用反金融制裁的手法来破解西方的金融制裁。那么俄罗斯刚刚我提到这个新的规定呢，等于是逼西方国家自己打脸，主动解除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那么今后2个月，这种博弈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那么国际能源署在3月3号曾经呼吁欧盟国家说，不应该再和俄罗斯签订新的天然气供应合约，这样才能逐渐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那么 G7 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7国集团也宣布说，要拒绝用卢布支付俄罗斯的能源账单，认为这种做法是俄罗斯强迫的单方面修改合约。但是呢，欧盟国家能不能够顶得住普京的压力，现在看来完全不乐观。这是我们首先讲到俄罗斯现在采取的做法。那么其次就是，既然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有可能面临中断，那么欧盟是不是能够找到可以替代的天然气供应？假如能找得到的话，它就可以既坚持所谓的绿色能源方针，又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那找得到吗？现在看来这方面的前景也不乐观。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天然气的出口大国15年前的时候，世界天然气出口当中俄罗斯排第1，其次是加拿大，第3是挪威。那么15年前的时候，加拿大、挪威的出口量加起来接近俄罗斯的出口量。那么最近几年呢，这个情况有改变，俄罗斯仍然还是排名第1。那么后面4名，就前5名当中的，从第2到第4、第5名，排名是美国、卡塔尔、挪威和澳大利亚。那么德国有媒体曾经刊登报道，认为说，如果欧洲未来从美国购买大量液化气的话，就可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说呢，这个新的前景价格高昂，美国的液化气比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要贵得多，而且欧盟必须为此扩大这个储存和这个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基础设施。那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呢，其实就是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价格真的已经不再是购买能源的决定性因素了，而是有没有的问题。那实际上呢，美国的管道天然气价格是很便宜的，只有欧洲管道气的1/5。但是欧洲是很难从美国增加管道天然气进口的，因为欧洲要从美国购买天然气不能用管道天然气，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跨大西洋的天然气管道。那么美国的天然气呢，主要是产在西部，它连美国东部都没有办法用管道送过去。那么因此呢，美国的天然气是只能经过加工变成很昂贵的液化天然气之后，才能通过专门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出口到欧洲去。但是呢，美国目前的天然气液化能力已经接近极限，所以对欧洲的出口是受到了限制的。
那么未来无论它是修建这个在美国和在这个欧洲修建天然气管道，还是增加这个液化气的加工能力，还有要建造液化气的运输船，这都需要时间，1年内是做不到的。那么现在可以就近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这个天然气出口大国，我刚才提到了几个国家，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挪威。那么3月16号的挪威的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宣布了，它要把天然气的产量提高到最大产量，可以增加2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对欧洲出口。那么可以满足多少欧洲用户的需要呢？它240万户欧洲家庭的全年的需求。但是呢，这个远远弥补不了德国的需要，因为挪威同时还在供应英国需要的天然气。那么所以至少眼前欧洲国家已经陷入了能源困境。那以前我在节目里谈过，德国和欧盟国家这个能源困境呢，是绿色能源方针造成的。为了政治正确而坚持绿色能源，这样它就必须关闭燃煤发电厂和核能发电厂，只能用天然气。这个不是市场需求造成的，是人为的故意选择。那么现在呢，绿色能源方针就成了欧洲左派政党政治上进步主义的合法性来源之一。那么绿色能源的方针又造成了对天然气的依赖，然后由德国引导，又形成了对俄国的天然气依赖。也就是说，德国是把自己的上吊绳买好来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把上吊绳送到普京手里了。那么从经济角度考量呢，要破解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其实很简单，你恢复煤炭发电和核能发电，这个上吊绳就从脖子上解下来了嘛。比方讲，现在德国汉堡有一所退役的这个叫摩尔堡燃煤电厂，它本来已经德国准备拆了它，现在已经停止拆除了，要看下一步它是不是要恢复燃煤电厂的运转。那么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它是不得不为天然气供应中断要做好准备的。但是呢，欧洲能源危机的本质其实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基本上是在自己挖的坑里面挣扎。他如果为了能源自主抛弃对俄国的能源依赖，他就必须放弃绿色能源方针。但是呢，对欧洲各国左派政府来讲，如果自己毁掉气候政策这块左派政治正确的神主牌，无异于政治自杀。所以欧洲各国现在才陷入了两难困境。政治上它不能否定绿色能源方针，经济上它不能继续实行绿色能源方针。从某种角度讲，普京之所以敢和欧盟博弈，也是看准了欧盟国家自己跳到陷阱里，在里面挣扎。这就是今天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为什么左右为难的原因。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的绞索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当下天然气的期货价格是这样的：2000年的时候，就是20多年前，差不多是1立方米1美金。那么今年4月1号已经涨到了5月份的期货价格已经到了1立方米5.7美金，上涨了4.7倍，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那天然气价格的暴涨呢，除了直接导致电价涨到消费者难以承受的程度，还有会导致钢铁、化工等等这个用电的企业濒临停产的局面。那么这样的话又会进一步传导到各行各业，造成蔓延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拖拽各国的经济复苏。3月30号，德国有一家报纸叫做 Bildfrau， 就是妇女图片报，他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冻结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这个文章说俄罗斯天然气对德国是非常重要，它不仅对经济，而且对2000万用天然气供暖的德国家庭而言也是如此。那出于这个原因，德国那个总理Scholz一再强调说，目前不能禁止进口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这样的化石燃料，
那么根据他的说法呢，这样的举动将对德国经济和德国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导致公司倒闭、大规模失业。然后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多年来，我刚才讲这都是这个刚才那篇德国妇女报上的文字啊。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多年来联邦政府一直在操纵自己进入这种依赖关系，指的是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那么从2012年以来，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份额已经从40%增加到55%了。那今后为了支付可怕的账单，一些俄国消费者将不得不在冬天把暖气调低，在家里穿上厚毛衣。然后3月24号呢，瑞士有一个叫新苏黎世日报，他刊登文章分析啊，在德国一个4口之家的电费账单要比去年秋天平均增加4000欧元，有的地方会增加到6200欧元，因为天然气价格上涨了490%。从荷兰有一个叫做 TTF 的欧洲天然气交易市场的资讯来看的话，它的天然气价格现在体现在电价方面，每一天度电的价格1年前是18欧元，那去年12月中旬是180欧元，今年3月初上升到230欧元，这个价格还在上涨。那么现在很多德国人对电价还有物价的暴涨非常不满，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谈自己也是绿色能源的拥护者。德国那些奉行左派政策的政党啊，正好就是德国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的。那么德国的很多左派民众呢，不想对自己的价值观做反思，然后就把能源价格暴涨的责任就赖到美国头上。其实呢，绿色能源的发明权是属于欧洲，特别是德国，而美国是在拜登上台以后才开始推行所谓的明确的绿色能源政策的。那么刚才讲的是德国消费者家庭将受到多大的冲击。这个德国有一个叫做 Zeit Online， 就是在线日报，它3月25号介绍了企业界对能源价格暴涨的反应。德国的钢铁工业协会警告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的能源，钢铁公司将等于是强制关闭。那么没有钢材、建筑业、金属业和电气产业、汽车行业以及很多供应商也会出现重大问题，存在的要生产中断，或者实行半日工作，或者很多人可能失业，有这样的风险。德国的化工行业也是极度的依赖俄国的天然气。那么德国之声3月30号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德国政府为了因应这个莫斯科切断天然气的这个威胁，德国政府呢采取了应急预案，发布了天然气短缺早期预警。那德国政府的天然气短缺应急预案呢，包括3个级别，就是早期预警、警戒和紧急状态。那3月30号发布的呢是预警，早期预警，它的含义是说政府部门判定讲有可能发生导致天然气供应急剧恶化的事件，会进一步触发紧急状态，甚至这个警戒状态。那么下一步，如果是到达紧急状态的地步，德国政府就只能出手干预天然气市场。到那个时候，政府的做法会是这样，就家庭用户、医院、消防、警察等重要部门用气的需求会得到保障，但是工商业户的天然气需要会被首先停止供应。那德国政府到3月30号的时候呢，还是在尽量安抚国内。德国绿党的副总理、经济部长哈贝克强调说，目前还没有出现供气紧张，但我们必须加强预防措施，以防俄方激化局势。那德国经济部现在已经设立一个危机应对小组来负责评估天然气供应形势，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的措施。同时，德国已经开始政府呼吁家庭消费者和工商业用户要尽可能降低天然气消耗量，要通过开源节流来避免供气形势恶化。那么现在德国政府有一个天然气网络管理局，它现在正在和工商业以及能源业的代表洽谈，讨论说一旦进入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就是断气了，究竟哪些行业的工商业用户要被迫停止供气。那么另外呢，就是为德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咨询的德国有一个叫经济五贤人的
5位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呢最近指出说，一旦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德国经济将陷入比现在更严重的衰退，通货膨胀率会进一步上升。他们认为说，现在这个来预测的话，比较乐观的看法是，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只能有 1.8%。那么很显然的，乌克兰战争现在还在打，在这样的时刻，德国为了顾及国家形象，他就不便主动去终止金融制裁了，所以他就暂时还不方便公开的向普京让步。但是普京是紧紧抓住德国的上吊绳，不断的勒德国经济的脖子。也就是说，除了乌克兰战争之外，德国和欧盟国家这个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战已经开打了。那么在能源战方面，德国明显处于被动状态，他没有办法还手，也不敢挺起腰来说我们不要你的天然气。就因为德国处于这种自己设置的弱势地位，相当于给了普京置德国经济于死地的机会。那么现在呢，我刚才讲到这个欧盟开始分化，就是到4月1号为止，保加利亚和摩尔多瓦已经同意以卢布去支付俄罗斯的天然气了，匈牙利好像也准备这样做。那么多数欧洲国家对普京这种要求呢，现在仍然表示反对。但是就在4月1号，普京又采取了对德国呢进一步拧紧螺丝的新的行动，进一步升高了对德国经济的压力。普京宣布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将终止柏林的子公司业务，涉及的业务范围包括天然气储存设施和天然气能源交易，以及俄国在德国和捷克运营的加油站网络。这意味着德国经济将面临部分的停摆，有这样的危险。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能源问题上最脆弱的是这样几个国家。据欧洲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署的数据来看的话，匈牙利情况最严重，它八成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德国是大概一半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意大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 46%， 那法国只有1/4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英国呢情况比较好，它一半的天然气是国产的，另外呢它又从卡塔尔和挪威进口天然气。西班牙呢，它是通过阿尔及利亚和美国获得能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现在都存在不同程度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所以德国的能源危机不只是德国，也是整个欧盟多数国家的能源危机。是，我想刚刚小龙老师大概也可以谈到，真的就是紧箍咒，或者是他的上吊绳哦，用这来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哦。那另外当然也请教老师哦，因为我们前阵看到 BBC 有一篇报道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哦，跟第2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有一些相似之处哦，包含这个不管从本质或表象的部分，所以有人就在谈到说，这次的一些大战，事实上这次俄乌之战的部分跟过去第2次世界大战，显然在很多政治经济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大家也觉得说，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有可能会引爆成第3次的世界大战。所以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教老师，真的会这样子发展吗？主持人，你提到的这个 BBC 这篇文章啊，我看了以后觉得他的观点是比较肤浅的，多少有点牵强。那么他呢引用了伦敦大学城市学院有一个教授，他是国际政治学的方面的教授，叫做 Ronan Palan， 引用他的观点。他的这个教授的基本意思是说呢，正统资本主义到20世纪后期出现了变体，比如俄国模式、中国模式，说这些变体有它的吸引力的意思，这俄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都不错的，很吸引人。那么我觉得呢，帕伦是属于西方左派学者当中那种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有诸多批判的那种这个学者，就他的立场是这样。同时他是在赞美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其实他对这两个模式根本就不懂。俄国和中国这两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啊，不是为了在国际世界上什么
这个创新，或者是要一个新的变体，它其实是为他们国内统治阶层的经济政治需要。那么虽然可能这样的俄国模式、中国模式在一段时间里可能表现还可以，比方讲在俄国是一段时间表现还可以，还有就是有可能一段时间里甚至表现的亮丽，比方讲在中国，但是这两个模式内生的困境迟早会显现出来。那帕兰他是看不懂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困境，所以导致他的结论过于肤浅。那俄国模式的困境呢，是它的整个经济缺乏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它过分依赖政府掌控的这个能源出口，所以它实际上俄罗斯经济现在是有那种海湾国家靠能源出口来支撑经济这种模式的特点。那么这种经济结构又和俄罗斯多数民众对一个大政府的那种依赖，它是相互支撑的，然后最后就产生了政治上独裁现象和对外的霸权。那么 BBC 这篇报道呢，它是一个记者写的，他引用了刚才讲帕兰的观点，这个作者自己也有观点。这个记者他的观点是认为说这场乌克兰战争是霸权和国家主权的对抗。我觉得呢，这个也有一点表面化，因为就俄国而言它是毫无疑问想用霸权来重建势力范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普京同时也有那个俄罗斯制度劣势的自卑。因为凡是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他只要能够走上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经济的道路，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都会明显改善的。而俄罗斯却一直走在逐渐落后的道路上头。我现在就拿波兰和俄罗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而且很简短。2017年和2021年相差4年的对比。2017年的时候，波兰的人均 GDP 是29300美金，当时呢，俄罗斯是27900美金，俄罗斯是波兰的95%，就差不多。但是4年以后，到了去年2021年，波兰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35957美金了，俄罗斯是29485。4年之后，俄罗斯的人均 GDP 只是波兰的82%， 80%左右。那么再过4年，可能就是72%。对这一点，普京是非常清楚的。普京恢复霸权行动和战争威胁，其实就是一种他没有办法改变俄罗斯这种制度的劣势。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去打击邻国，这本身是一种无奈之举，不是俄罗斯在强盛。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有一个当年的黑道老大手下的小弟，他洗手不干了，努力向上，然后发达了。这时候黑道老大呢，看到这个小弟发达了就有气，所以就上去就想欺负他一下。这和是同样的道理。普京现在就扮演的就是一个看到小弟发达了，他就想欺负。那俄国虽然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是十分猖狂的，但他自己是在逐渐落魄的路上走下去的，越来越孤单。他既不可能恢复昔日苏联时代的气势，他也不能挽救自己没落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这个俄罗斯是无力单独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谢老师哦，我想另外一个部分是3月29，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加坡总理林显要跟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哦，当他们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发展，他们发表严厉的谴责，当然也对于这国际形势的发展感到非常的忧心哦。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当然甚至也提到说，目前为止是日本经历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非常急迫的一些相对的一些危机哦，当然大家就有不同的一些说法，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焦点当然都会放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个战争的部分来讲，又有一点回到过往这个所谓的美苏的一些角力当然现在是美俄的一个角力所以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这些相对的国际秩序这些发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我们看起来到底拜登还会不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可能性的一些决策的一些发展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老师帮我们评析一下？我在谈拜登之前先讲一下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总理李显龙访问美国。因为新加坡和台湾是和历史上是有很特殊的军事合作关系的，
就是1965年新加坡建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时他的总理李光耀就到台湾访问，当时总统是蒋经国总统，他向蒋总统提议呢，要借国军之力来组建新加坡的国防军，然后新加坡和台湾就维持了40年的军事合作关系。那么台湾是参与了新加坡的这个建国初期的战略规划。那么新加坡当时主要是要向北防御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军事威胁，所以新加坡这方面的相关作战计划初期有相当程度上是中华民国的军事顾问帮助协助完成的。那么蒋经国时代，台湾也是派了人前往新加坡协助建军。那新加坡的第一任海军司令叫邱永安，第一任空军司令叫刘景全，都是出生于国军。他们2个人都是从这个马来西亚返回台湾从军的侨生。那刘景全是还参加过台海的对中共的空战，击落过中共的米格15战斗机的。那后来是奉派提前退伍到新加坡任职。那新加坡本身的地方比较小，军事训练不方便，所以经常借用台湾的军事基地，所以就有一个名称叫做新加坡驻台，叫做星光部队。那新加坡驻台湾的部队规模和组织在台湾一直是秘而不宣的。新加坡呢也非常的低调。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南海动作频频，新加坡也是越来越警惕疑惧。那么在军事方面呢，中共一直想拉拢新加坡，曾经邀请新加坡的星光部队移驻海南岛，新加坡是一直婉拒。那美国和新加坡倒是在2019年更新了1990年的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现在新加坡的核心训练分遣队就在美国接受训练，新加坡准备到2029年还要在关岛设立战斗机训练分遣队。那另一方面，经济层面呢，最近10年来，中国这个对外投资和富人对外转移资产往往会选择新加坡，因此又把新加坡和北京的关系拉近了。那么新加坡这个现在的总理李显龙今年3月26号到4月2号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他认为印太地区正在向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他说，我想我们都希望台湾保持现状，如果有任何变化，一定不能用武力或者非和平的方式发生。然后3月20号的时候，他也在3月30号，他在美国这个外交关系协会有个座谈会上，他又发言讲说，大多数国家如何才能团结合作，不陷入混乱、封闭经济或者无政府状态呢？这是新加坡最大的担忧，因为我们依靠全球化谋生。他说，你希望拜登和习近平在最高层面接触，理性的计算，保持关系，也就是说关系不要比现在恶化。但是你不知道双方的努力是否奏效。那么拜登和李显龙会面以后呢，双方倒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但是非常小心的，全文当中没有一处提到中国。那么从李显龙在美国的几次发言来看的话，新加坡对中国友好的官方口径没有变，但是李显龙并不具备调停中美关系的能力。那么印太地区真正具有实力的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澳大利亚。那么这2个国家现在都在非常关注中国的威胁。这个3月21号的时候，德国之声有一个报道，他说俄罗斯2014年开始第一次进攻乌克兰的时候，日本当时的反应是不冷不热，但这一次东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和强硬表态。然后法国有一个智库叫做战略研究基金会，他有一个亚洲问题专家叫做 Valérie Niguet， 他认为说，过去日本被批评是用钱买出路，他只出钱而不直接涉入任何危机。那么这一次呢，日本是着力强调自己做了什么，来显示说他们不是一味的做事，观望事态发展。那么乌克兰危机现在已经对日本国内就安全防卫支出的这个数量和能力这方面的讨论呢产生影响了，因为要因应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这个有一个天普大学东京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叫做 James Brown， 他指出说，过去是日本比较担心说对俄罗斯有过激行动的话，可能导致莫斯科投向北京的怀抱。他说，但是现在情况完全调转了。他说目前日本的观点是说，日本必须对俄罗斯态度强硬，否则就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或许中国认为说可以效法俄罗斯。那么安倍等就前首相安倍晋三这些国会议员呢，他们还在建议要考虑核共享的可能性。那么日本执政党现在正在就核威慑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27号在日本防卫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训示，他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以后，世界和日本将面临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危机。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日本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日本对东亚局势的新认知，那就是说，普京的行动代表着，就是前面主持人提到的问题，就普京的行动代表着红色大国是完全蔑视国际法规和区域和平的现状，他随时可能为了自己的需要发起战争。那面对这样一种危险局势，日本很清楚，像德国那样退缩退让没有缓解局势的可能性和空间。因此呢，只有挺身出来表明自己对维持东亚稳定的坚定态度，才可能让红色大国不至于一再的玩火。那不光是日本这样看，澳大利亚最近也面临中共的军事威胁，他也感受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危机，是逼得澳大利亚他现在必须要调整国防战略。那这件事呢，是今年3月20号20几号发生的。BBC 这个3月20号报道说，这个澳大利亚东北部有一个叫所罗门群岛，一个岛国，小岛国。这个群岛的政府即将和中国正式签订一项安全协议。这个协议的草案呢，现在已经被泄露出来了，有以下这样一些内容：允许北京派兵保护在所罗门群岛的中国人员和重要项目。所罗门群岛可以要求中国向该国派遣警察、武装警察、军事人员和其他执法和武装力量。中国政府可以在所罗门群岛进行船舶访问、物流补给和中转。那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到，说中国正准备向所罗门群岛部署军队，并可能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所以所罗门群岛西南方向的澳大利亚现在非常担忧这件事情。所罗门群岛这个国家，它是岛屿分散，人口只有65万，经济很落后，民众也贫穷。那么当地的市场呢，不能够吸引中国的企业会去做什么大量的商业投资，又明显是亏本生意。所以可以讲，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当局的这个协议，所罗门群岛方面呢是高层官员捞到好处，同时可以借助中国的警察和军队来掌权。这种动机很可能是中国用经济上的好处对他们个人收买的结果。那么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行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过去几年，北京当局在南太平洋各个岛国都采取了类似措施，展示中国的印太战略正在一步一步的深入实施当中。我下面稍微做一点说明，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中国海军在南太平洋的扩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2018年，中国在澳洲东方位于所罗门群岛东南的叫做瓦努阿杜这个岛国安排了协议，要在那里建一个南太平洋的永久军事基地。这个协议的条款保密了好几年，后来才公开出来。那这个小岛国是个什么情况呢？它位于澳洲东方的新卡利多尼亚群岛附近。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军令部最初制定的南进战略就准备占领新卡利多尼亚群岛和瓦努阿图，作为日本在攻占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原因是那里有很深水良港，可以给大型舰队，就是航母舰队，甚至几个航母舰队提供整补维修的后勤基地。那么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呢，新卡利多尼亚群岛和瓦努阿图的都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补给区、维修基地，还有就是海军官兵的轮休的地方。
这是瓦努阿图的情况。然后这个2019年，中国曾经试图获得所罗门群岛所属的一个叫做图拉吉岛75年的开发权。那这个岛就是现在这个刚才提到所罗门群岛中国要驻军的地方。这个图拉吉岛有一个深水良港，它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入侵南太平洋的第一站。就日本第一次到南太平洋地区，海军占领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图拉吉岛。当时为了消除日军的威胁，在图拉吉岛对面这个瓜达卡纳尔岛上发生了美军和日军之间的长期的攻防战。那么图拉吉岛的外海一直被称作铁底湾，因为在那个地方，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战舰不断在战斗中沉没在那里。然后2020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北方有个邻国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在那个地方又达成协议，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一个荒凉小岛叫做达鲁岛投资2亿澳元。这个小岛呢只有15平方公里，当地基本上没有渔业活动，只有少数渔民划了独木舟钓2条小鱼糊口。这里中国宣称说，他要在那里修建所谓的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区。没有渔业活动，他要建渔业工业园区。那不久以后呢，进一步消息又曝光说，中国实际上是要把在那里的投资要规模扩大到390亿澳元，要建造一个新的城市。那中国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要在那个达鲁岛上建立它的战略核潜艇的海外前进基地。那么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太平洋战争时候日本皇军决心控制的战略要地。当时澳大利亚的军队和日本皇军在那个地方鏖战了数年。然后2021年，中国在澳大利亚东北方的基里巴斯岛国又在谋划要升级建设美军在2战时候留下来的当地的简易机场和桥梁。那这个岛国的首都是一个小小的环礁，叫做塔拉瓦。那么如果熟悉一点太平洋战史的话，太平洋战争当中，美国海军对日本皇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最先攻取的战略要点就是这个塔拉瓦岛礁，当时在登陆时候发生的血战。然后2022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就中国将要在所罗门群岛建设新的港口，并且派兵驻守。那么所罗门群岛呢，它这个岛国的主岛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瓜达卡纳尔岛，它的首都现在叫做霍尼亚拉。这个地方其实早年最早的开发是太平洋战争时候日本海军的工兵伐木整地开发出来的。他们想修个机场，结果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把他们赶跑了，然后变成了美军的大型机场，拓宽平整。现在这个所罗门群岛的所谓首都，就是在当年飞机场的这一片平地上形成的。那么瓜达卡纳尔岛它的东岸这个首都所在的地区都是浅滩沙岸，没有深水港，所以中国感兴趣的不是瓜达卡纳尔岛本身，而是刚才前面提到的离瓜达卡纳尔岛不远的那个图拉吉岛。那如果中国在那里建一个军港驻军守备的话，中国就获得了一块靠近澳洲的军事飞地。我之所以提到这么多细节，是想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凡是当年大日本帝国海陆军选定的南太平洋的避战要点，中国现在都已经渗透进去，并且筹划建设海空基地。那么中国正在渗透的南太平洋各岛国，每一处也都能找到太平洋战争的激战痕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年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和日本皇军反复争夺的这个战略要地如今也正好就是中国海军试图占据的地方。因此可以讲，今天中国的印太军事战略构想当中，它的军事部署和日本皇军当年的部署是高度重叠的，感觉这很像是中国海军在抄日本皇军当年的作业。那澳大利亚从它立国以来一直到今天，它一共就遇到过2次外来威胁，一次是太平洋战争，日本把澳大利亚拖进战争，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抄大日本帝国作业的中国。
中国也在努力投入巨资，要建造多支航母编队和战略核潜艇舰队，同时也在为南进到南太平洋去建设海空基地做准备。那么这样的军事部署，它明显的带有威胁的性质。所以4月1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海军计划要在所罗门群岛的驻扎，已经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军事行动考量，迫使澳大利亚要准备改变它的防务计划。那么这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美国时候，曾经向美国提议说，你要把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说你是不是把这经济框架搞得好一点，实质性一点。这其实也正是澳大利亚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因为美国现在有的这个印太战略在经济层面是非常空泛的。但是呢，拜登当局好像现在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拜登正焦头烂额。美国国内呢，现在出现了民主党党内对拜登不利的政治局面，有可能这种做法呢是民主党为了挽救他可能在中期选举当中失败，所以先要和拜登做某种切割，或者是呢，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热身之前，想提前把不利于民主党的拜登的这些利空先出清。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就是3月30号，美国的驻欧美军司令兼北约盟军司令叫做 Todd Waters。这个 Waters 将军呢，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要回答威斯康星州有一个众议员叫 Mike Gallagher， 问他的问题，要回答他的问题。在回答的时候，他承认拜登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略失败。当时 Gallagher 是这样问 Waters 的，他说，作为一名战斗指挥官，你觉得你参与了旨在阻止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跨部门努力了吗？ Waters 回答，没错啊。他说，我们是威慑加劝阻。那 Gallagher 这个众议员呢，又追问一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乌克兰的威慑失败了呢？ Waters 只好回答说，我没办法反驳你的结论。这句话等于承认了他的结论，承认了失败，就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失败。那么更加让拜登难堪的是，好像是美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在任总统自己的这个政党，他的喉舌媒体纷纷刊登出总统家族的丑闻，而拜登呢，只能保持沉默，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党内同伴的打击。那加入这一轮攻击的都主要是这个美国的几个著名的民主党喉舌。首先是《纽约时报》3月16号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 Hunter 拜登，就是拜登的儿子，那个不争气的烂儿子，说 Hunter 拜登补交了税，但是广泛的联邦调查仍在继续。那《华盛顿邮报》3月30号刊登了长篇报道，标题是在亨特·拜登与一家中国能源公司的数百万美元交易里，《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确认了关键细节，并提供了拜登家族与中国高管互动的新文件。然后 CNN 这个电视台同一天也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 Hunter Biden 的肥皂剧远未结束。这三大美国民主党的喉舌聚焦这样几点上。第一点呢，就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与中国的机构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收到了几百万美金。那中方机构的负责人叶简明的公开身份呢，曾经是中国国际友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那这个机构，我在以前我们谈到中共谍报活动的节目当中介绍过的。中国国际友好联合会是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公开活动的一个谍报机构。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就是过去共军的敌区工作部，它是军方的主要谍报机构之一，专门负责策反。那么三大民主党喉舌聚焦的另外第二点就是亨特在乌克兰也捞过钱的。那么第三点就是美国有一位联邦检察官，现在最近还在加紧调查与亨特还有拜登家族的相关案件，并且查到了更多的证据。
那虽然这些消息呢是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曾经曝光一些了，但随着拜登进入白宫相关案件的消息都被压下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又被民主党的喉舌自己挖出来重提，因此意味深长。是，我想谢谢我们小红老师今天大概针对俄乌之战所延伸的国际情势的一些变化，当一直到美国作为这一次对带领西方或者是民主国家来对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自己本身显然也陷入到一些麻烦但回过头来说，这部过去大家姑息养奸，你明明知道它跟你的政治体制的截然不同，而且他们还带有许多的一些我们谈到的野心跟目的。当你把你旁边的这个流氓养大了，原本你可能只是一个短棍就可以把他制止，可以震慑他。后来你跟他养大了之后，他有刀了，你只好再增加你的枪。后来你再把他养大，他有机关枪了，你只好再用大炮。有一天他有大炮了，你可能要有雷射枪之类的部分。这个应该是在这从二战后70年重新社会秩序的盘整我们还是希望这些盘整最终的部分还是朝向我们认为这个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价值的部分还是可以更为战胜不过我想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来这个国际情势的这些相对的复杂的程度都值得我们更多的一些关注那今天也谢谢我们陈小龙老师带来这么清楚的解析再次谢谢陈老师。不会，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个节目，我们下次再见。